火药味越来越浓，E50坦克挺进高原首次列装。如果印度人想用 T90来应对E50轻坦，那怎么办？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曾亮相于国庆阅兵场被解放军士兵亲切地称为“黑豹”的E50轻型坦克，在近日首次开进高原部队，由新疆军区正式列装。而E50轻型坦克刚入役新疆军区没多久，就开上了海拔近4300多米的驻防高原。据了解，E50轻坦将只是开始，下一步新疆军区还将接收大批适合高原高寒环境的武器装备。目前拉达克地区的对峙仍在继续，火药味越来越浓，而E50轻坦的正式入驻也说明了中国对印度还是抱有相当重的戒备心的。同时，根据此前对峙点曝光的场景中可以看出，在中印双方的坦克对峙中，都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了一个靠后的地区，明显摆出了防守反击的架势。这一幕也让很多人疑惑，虽然中国已经将E50轻坦正式列装高原部队，但印度方面不是还有 T90吗？如果印度人想用 T90来应对E50轻坦，那怎么办？分析认为，虽然与叙利亚战场所向披靡的 T90相比，E50轻坦确实有所不如，但要知道的是 ，T90并不是E50轻坦的对手。如果想当上E50的对手，首先的前提 T90能面对E50，但即使是强如 T90这种战场上的大杀器，上了高原，那他也得趴在那。不出意外的话 ，T90上了高原也会因为缺氧，从而变成一个重达几十吨的铁棺材罢了。那重量恐怕开着就会陷进冻土里。而E50轻坦所装备的105炮，再配上钨合金穿甲弹，在2公里的范围内穿身绝对有500到600了。用于打穿插的话，即使是高原，那也足够了。这可不是说大话，事实上就是如此。毕竟E50轻坦本身就是专门为了高原而研发的，功率比较高，重量低，适合高原地理环境，机动性好。而且由于高原天冷，如果印度军方所装备的 T90主炮没有经过特殊优化的话，那绝对是会受到影响的，不见得就打得准。而反观E50体积较小，数量又多，所以E50完全不需要与 T90正面对轰，在体系战中机动性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 T90即使能在高原地区敞着跑，那也没有机会与E50单挑，基本都是要面对E50群狼的。就如同著名军事专家张召忠所说的那样，在高原地区，敌人如果想和E50进行单挑的话，那就是在痴心妄想。中国人喝热水的习惯是怎么形成的？为何与美国人有关系？而此事背后又揭示出美军什么样的罪行？我们知道，喝开水这事似乎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传统。在我们的观念里，把水烧开了饮用似乎更加健康。而喝开水这个传统其实并不古老，中国人习惯喝开水的背后，竟是为了防止美军投毒。1952年，朝鲜战场上，以美军为首的18国联军与另一方的中朝联军进入相持阶段，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料。原本美军计划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并叫嚣着将战火烧到鸭绿江对岸，但几次大规模战役中，美军及其盟友不但没有取得推进，反倒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决打击下，屡屡溃不成军，丢失了大片阵地。在战场上打不过中国人，打着正义旗号进入朝鲜的美军，此时想到了极其歹毒的一招。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听说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中国境内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试验，竟十分感兴趣，并且以赦免731部队头目罪行为条件，得到731部队所有的人体实验数据。而这些实验数据被存放在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供继续研究。1952年1月，战场上的溃败让美军决定将自己的秘密武器拿出。当年，大量奇怪的病毒感染在朝鲜与中国东北迅速传染，无数人被感染后皮肤溃烂、口吐鲜血，甚至痛苦地死去。国家立马组建防疫小组调查病毒来源，之后发现有很多种变异的昆虫在感染区活动，昆虫携带的病毒正是感染源。而经过研究发现，这些昆虫并非是自然变异，而是人为造成的。而这也就揭开了美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在朝鲜与中国东北投放带有变异病毒的昆虫。
对中朝人民发动细菌战。3月份，我国发布声明揭开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阴谋，一时间举世震惊，全世界都对美军的行为进行声讨。而时任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得到了一个细菌将军的称号，并最终在压力之下卷铺盖走人。另一方面，我国迅速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防疫行动，除了在疫情进行大规模消毒灭虫活动，国家也倡导每一个人勤洗手爱干净，目的就是不给细菌滋长的环境。同时考虑到除了昆虫，水源也往往是细菌战的载体，国家开始号召大家把水烧开了再喝，因为绝大多数细菌都难以在沸腾的水中存活。也就此开始，中国人养成了喝开水的习惯。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如今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美国成为确诊与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为了将抗疫不力的责任甩出去，美国政府也试图让我国为病毒的爆发负责，但我国外交部针锋相对，直指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如今了解到当年美军对我们发动了细菌战，你还会说美国人是无辜的吗？为什么在进入南海后没多久，美航母就掉头跑了？中方发言人早已回应，轰6K 模拟轰炸美航母发出最后通牒。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一直以来，美国军舰、军机经常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中国海域活动。前不久，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再次进入南部海域。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是自美国新任领导人上台后首次针对我国派出军舰，意味着拜登将会继续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可为什么在闯入后没多久，美航母掉头就跑了？就在外界对此疑惑之际，美军亲口承认了一件令自己非常丢脸的事情。据悉，当时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在进入南部海域地区展开活动时，遭到了中国轰炸机部队的模拟攻击，迫使美军不得不迅速离开中国海域。不仅如此，在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的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军方派出8架轰6K 轰炸机、4架歼16战斗机以及1架运8反潜机，在所谓的台西南空域飞行。消息人士指出，当时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改变了航行方向，准备向中国黄岩岛靠近，但迎面而来多架轰炸机。当时一架正在执行相关任务的 E-2D 预警机监听到了中国轰炸机对海打击确认指令。同时，美军还发现了中国轰炸机在进行反舰导弹的模拟试射，而试射的目标瞄准的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很多包括美国专家的美国人认为我军此举危险至极，一旦走火，其后果不堪设想。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报道这一则消息，美国人谴责中国的声音逐渐升高，可他们却忘了，最开始是谁先单方面挑起事端的？我军轰炸机的无线电指令之所以没有进行加密，就是特意让美军听的，其目的就是在警告美军停止一切危险的动作。最后美军吓得落荒而逃，就怪不得我军了，只能说是美军胆子太小。不过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言人倒是清楚，公开表示中国轰炸机并未对美国海军军舰、飞机甚至是水手构成任何威胁。一美国国防官员称，中国轰炸机没有进入美军舰艇250英里的范围，超过了轰6K 轰炸机携带鹰击12反舰导弹的射程。至此，他们认为，虽然我军此次行动是具有警告性质的，但能够保证双方安全。值得一提，针对美军航母进入南部海域一事，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就在相关记者会上予以回应，明确表示，美国频繁派出军舰进入南海，炫耀武力的举动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及和平。短短的一句话，表面上看上去是警告，实则是释放忍耐到极限的信号。如今轰6K 模拟轰炸美航母就是在发出最后的通牒。要知道，模拟攻击就差导弹打出去了，导弹发射前的所有流程都已经走完。